因为身份卑微的奴隶爱上了英俊的富家少爷，导致少主夫人大发雷霆。而此时的女奴罗莎完全与昨天晚上幸灾乐祸的表情判若两人，她甚至害怕地跪在地上，请求女主人放过她。可这违背道德的可耻之事，即便是再善良的女人也是无法容忍的。马尔维纳狠狠揪住了奴隶的头发，是要把她从此赶出主屋，然后发配到种植园充当劳动力。可过惯了上等生活的罗莎，怎能轻而易举地葬送这优越的条件？看到少主夫人如此痛恨欺骗之人，濒临绝望的女奴又心生一计。她告诉马尔维纳，其实莱昂修与伊佐拉的关系更为暧昧。女主人万万没有想到，可耻的罗莎为了摆脱罪行，居然开始诬陷她的朋友。随后气愤的马尔维纳疯狂追打着贱奴，然而正巧碰到少主人与伊佐拉在客厅中，于是马尔维纳质问丈夫与伊佐拉的关系。男人眼见事情败露，马上把追求女奴的事实掩饰得干干净净。接着在少主夫人的追问下，伊佐拉也强烈的否认了。可此时愚蠢的罗莎竟当着少爷的面再次揭露两人的种种行为，气愤的莱昂修忍无可忍，直接把口无遮拦的罗莎追出了门外。可在这满是奴隶监工的庄园里，想逃出升天简直难上加难。这边气急败坏的少主夫人要求伊佐拉一起见证罗莎实施残酷的惩罚，而闻讯赶来的莱昂修则想把罗莎发配到种植园，以便今后从事体力劳动。可在少夫人眼里，这远远不够。对于一个内心丑陋的女人，她坚决要出售女奴。现在正值年轻漂亮的阶段，完全可以卖个好价钱。尽管莱昂修1000个不愿意，可目前如果断然反对，无不将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随后女奴硬生生被监工拖到了木桩旁，接着双手被铁链捆绑，因为原来都是作为旁观者看着别的奴隶遭受酷刑，现如今轮到了自己。此时罗莎内心极度恐慌，随后工头从属下手里接过皮鞭，狠狠扒开女人的外套，在现场所有人的注视下承受一次次无情的抽打。面对如此残酷的惩罚，瘦弱的女子无法承受疼痛，撕心裂肺的叫喊响彻整个庄园。然而这远远不够，为了在妻子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恶的莱昂修居然接过监工手里的皮鞭，朝着女人的后背同样一阵疯狂抽打。可耻残忍在这个男人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仅仅过了一会儿，罗莎的后背就布满了伤痕。善良的伊佐拉试图请求主人放过她，可在马尔维纳眼里，他只不过是咎由自取。此时罗莎陷入深度昏迷，随后莱昂修命令手下等到这个女人清醒以后，不要给她任何食物和水，让她彻底长记性。接着几人依次离开了现场。画面一转，叛逃的安德烈与同伴似乎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地方，一个被称为小非洲的黑人部落。在这里生活的人全都是从种植园里叛逃出来的，他们载歌载舞，终于有了家的感觉。可就在他们享受甜美的甘蔗时，一场巨大的危机。这个开心的黑人显然没有意识到，一群猎奴手对他发动了侵袭。可就在白人放松警惕之时，小黑三脚猫的功夫着实让两人吃了大亏。但总有一些比较理想的猎奴方式，一条绳索直接把小黑捆绑得不能动弹。随后其他人拿起火枪一拥而上，面对几名白人的挑衅，这次他插翅也难逃。接着小黑承受严刑拷打，因为他并不是所寻找的目标，但考虑到长得又黑又壮，这让人贩子感觉能在市场上大赚一笔。可就在这时，同伴又捉来一名女奴，并告诉领队前面有一大批黑人，这显然是进入了黑人的部落，想不发财都难。这边由于朋友出去半天不回，安德烈有些心神不安，他甚至把自己所担心的事情告诉了新认识的朋友劳拉，而女人则认为大个身体那么壮，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显然这种担心有所多余了，殊不知如同恶魔般的两双眼睛正在远方虎视眈眈地盯着这里。转眼来到第二天，部落里的黑人依然寻找曾经属于他们的快乐。幸运的是，安德烈和劳拉来到了小溪边，两人仅认识了3天就互相喜欢上了对方，而那个曾经挚爱的女孩伊佐拉也被安德烈忘得一干二净了。此时独处的两人感情迅速升温，丝毫没察觉部落里涌现了大量白人。为了能得到优质的黑人奴隶，他们手持火枪，把老弱病残的赶尽杀绝。霎时间，整个部落里的黑人四散而逃，他们在白人集体的围攻下，一个个如同被宰割的羔羊，可唯一没发现逃奴安德烈的踪影。这边陷入爱情无法自拔的两人被一阵枪声所惊醒，安德烈警惕性很高，于是赶快带领女友离开了这里。过了一段时间，一些有价值的奴隶依次被绳索捆绑起来，可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缉拿安德烈，现如今却莫名其妙的消失了。随后领队用重拳狠狠击打大个儿的腹部，试图从对方口里得知逃奴的隐藏之处，谁知男人的嘴很硬，即便面对白人无情的殴打，身材高大的黑人也没向对方透露关于安德烈的任何消息。而一旁似乎还有些人性的白人男子认为领队击毙老人是不道德的，
他甚至开始掩埋无辜的死者。等这一切结束后，一条常常贩卖奴隶的队伍出发了，同时他们的行动也被隐藏在树林中的两人亲眼目睹。随后，安德烈和女友回到了部落，然而这里已经变得空无一人了，只有一个似乎刚刚掩埋的深坑。女孩痛哭流涕地呼喊着她的亲人，把那些白人的所作所为化成永远难忘的仇恨，深深刻在骨子里。此时，安德烈告诉劳拉，他并不想离开这个呕心沥血建造的部落，他想留下来和妻子永远享受自由快乐的生活。画面一转，被吊了整整2天的罗莎怎么也想不到，他极其仇恨的那个人，却是庄园里唯一给予他帮助的人。他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却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然而难以想象的消息接踵而至，老园丁急切地告诉两人，少爷正在联系出售罗莎的买家。直到现在，罗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好日子，这个女奴就要被出售了。人贩子仔细端详女孩的样貌，忧郁的脸蛋着实讨人喜欢。接着再让罗莎张开小嘴，只有牙齿排列整齐，才是当时衡量奴隶健康的唯一标准。显然人贩子对这个商品很满意，但少爷提出3个康托的价格，却让对方陷入了两难。因为女奴的价格与强壮的黑人奴隶相比，在市场行情上差了不止几倍。可就在双方商谈之时，罗莎满含泪水，竟跪在了少主夫人面前，甚至祈求马尔维纳能再给她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看到罗莎态度如此诚恳，一向心软的少夫人明显有所纠结。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来昂修的岳父大人竟然带着家人来到了这里，原来是收到老园主病重的消息，专门从市区赶过来看望。接着，一旁的人贩子似乎认识伯爵，主动打招呼的同时，也把购买女奴的意向一起告诉了对方。谁知伯爵的儿子恩里克好奇地掀开了女人的衣服，一道道被抽打的伤疤，着实让人不敢直视。可万万没有想到，一向讨厌黑人奴隶的伯爵，竟告诉还没达成购买协议的两人，他想以3个康托的价格收购罗莎。此言一出，立刻遭到马尔维纳的拒绝。他不明白父亲到底几个意思，是出于对女奴的同情，还是为他们姐弟3人找个年轻的后妈？而伯爵则希望女儿尊重他的意愿，具体原因以后再向3人详细告知。此时一旁的人贩子却很不满意，毕竟是他先接的这单生意，但伯爵可是莱昂修的岳父大人，同时老园主还欠着亲家一些债务，所以莱昂修不敢不把罗莎卖给他。至于人贩子所承受的损失，伯爵会相应的给一些补偿。就这样，女奴罗莎的命运又一次被改写。随后，女孩来到伊佐拉所在的厨房，因为这次经历，罗莎并没选择低调，而是开心的再次炫耀起来。而伊佐拉对她没卖给人贩子，由衷的向朋友表示高兴。那么，究竟一向高傲的伯爵为什么不顾儿女们的反对，偏偏要拯救可怜的罗莎呢？就在马尔维纳和弟妹享受团聚的时光时，老父亲经过深思熟虑，还是把罗莎是他亲生女儿的事情告诉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然而这一重磅的消息无不让兄妹3人有所震惊。原来伯爵年轻时候也做出了一些违背道德之事，他曾爱上了一个黑人女奴隶，一时无法控制自己，便留下了令自己无法挽回的局面。可为了不被马尔维纳的母亲发现，只能把罗莎寄托在他朋友的庄园。如今伯爵的妻子已去世了，而罗莎的母亲也在多年前也离开了人世，他感觉是时候对罗莎给予一些帮助了。画面一转，那个曾经身份低微的女奴，如今从丑小鸭变成了金凤凰，着实让人难以想象。同时，其他家族成员并没有因为她是私生女就对罗莎另眼相待，而是高高兴兴地接纳了她。相比人生大翻转的罗莎，伊佐拉的命运又将如何？作为渴望获得自由的女奴，她眼睁睁看着莱昂修少爷烧掉了养母，留下唯一获取自由的遗嘱，所有美好的期望都化成了泡影，内心所承受的绝望可想而知。原来在1周前，身患恶疾的种植园主身体每况愈下，那个曾经被自己百般刁难的女孩，如今却不计前嫌，殷勤地在病榻前照顾着养父。老园主颇感欣慰的同时，也对自己曾经所犯下的错深感懊悔。可就在伊佐拉离开以后，老园主刚刚放下喝完药的茶杯，一道耀眼的光芒突然出现在男人眼前，原来是原主死去多日的夫人灵光乍现。她亲切地告诉丈夫，为什么不遵循她的遗嘱，还养女伊佐拉的自由。而老男人则含糊其辞，因为他的自私，他的占有欲，从心底更不想开辟废奴主义的先河。可当时在妻子临死前所承诺的誓言，难道就只是为了安抚她，能放心的走完最后一程吗？此时，老男人突然从噩梦中惊醒，他心有余悸的同时，仿佛冥冥中是妻子对他违背誓言的一次控诉。转眼来到第2天，从房间下楼的莱昂修看到父亲独自坐在客厅里，于是便上前询问情况。原来老园主一宿都没睡着，他把昨天晚上所做的噩梦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莱昂修，并当着儿子的面想在自己临终前把那封承诺伊佐拉自由的遗嘱公之于众。然而这可不是莱昂修所期望的结果，他早把伊佐拉视为了私有财产，甚至为了这件事情居然向养育他30年的父亲反目成仇。如此大逆不道之人，把身患重病的老爷子气得站了起来。
正当他试图教育逆子时，却被莱昂修直接推倒在地。有其父必有其子，不知此时的老原主是否对当年自己心狠手辣的行为有所懊悔。此时，外面嘈杂的声音很快引起了马尔维纳的注意，她一人无法搀扶公爹，而一旁的丈夫却无动于衷。随后，女人只能呼叫伊佐拉前来帮忙。接着，老原主被两人搀扶到凳子上，气喘吁吁的她甚至无法当面指责逆子的恶劣行为。马尔维纳看到丈夫如此冷漠，气愤的她上前询问情况。然而狠毒的莱昂修居然谎称老爷子自己滑倒的，也许此时他巴不得父亲早点死去，才能很快继承这巨大产业，包括始终无法得手的伊佐拉。画面一转，老爷子经过治疗，总算延缓了生命。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是时候把妻子留下的遗嘱拿出来了。可怜的伊佐拉终于有了自由的感觉，他感谢养母对他无微不至的爱，同时也对养父曾经犯的过错，在这份遗嘱面前选择了谅解。也许在生命的旅途上，释怀不仅是放过他人，更是为了解脱自己。但天有不测风云，夜晚，莱昂修竟然从伊佐拉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并找到了母亲为女奴赎回自由的遗嘱。伊佐拉试图从对方手中抢回，没想到可耻的少爷竟然当着他的面直接把那份遗书点着了。这下就没有人能真正意义上把伊佐拉从他身边抢走了。看着即将承载命运的遗书就要被烧毁，女孩奋力从少爷手中抢夺，无奈自己的力量太小，而她一直向往的自由也随着即将燃烧殆尽的火焰彻底化为灰烬了。此刻，伊佐拉不再顾及主仆之分，她用力咆哮眼前这个丧尽天良的男人。而莱昂修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女奴的感受，甚至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得到伊佐拉的爱。同时，那双充满罪恶的双手又强势把女孩搂入怀中。尽管伊佐拉试图抵抗，可在一个充满力量的男人面前，如同一只任由宰割的羔羊。但在这关键时刻，马尔维纳突然发现两人的龌龊行为。然而，还没等伊佐拉向少夫人解释，女人就开始以侮辱的语言诋毁那个曾经信赖的女奴。面对如此荒唐的结果，伊佐拉甚至有点百口莫辩，因为在少夫人眼里，她目前所说的任何话都好像是欺骗对方的谎言。此时的女奴面对如此尴尬处境，已经不必顾及任何人的声誉了。她攥起燃烧殆尽的遗嘱，向少夫人坦诚所有发生的真相。而马尔维纳刚刚看到两人在一起的画面，也是少爷强加与他的可耻行为，并非自己心甘情愿。可事实远超出想象，由于老原主身患疾病，已无力再从事种植园的管理工作，所以在莱昂修的运作下，父亲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部授权于他，包括庄园里现有的奴隶。当然，伊佐拉也不例外。现实是如此残酷，一直希望获得自由的伊佐拉，所有美好的幻想都化。这是蓄奴主义者生命的最后一刻。庄园里的奴隶个个向老男人毕恭毕敬地打招呼，然而自己年轻时拿皮鞭抽打这些人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其中他最对不起伊佐拉的母亲，那个刚刚诞下婴儿就被抽打致死的女人。可现在作为奴隶的伊佐拉却是唯一陪伴老男人身边的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恶能得到世人的谅解吗？此时他又想到了挚爱的妻子，那个陪伴他一生、为他的罪恶救赎一生的女人。往事的一幕幕凋谢在岁月的风中，携着一颗即将落寞的心，将与他的爱人在天堂会合。也许只有在生命尘埃落定的时候，才能感悟自己所犯下的过错。老男人从农场里回来了，此时只能用伊佐拉的肩膀支撑他脆弱的身体，最终带着无法给予养女自由的遗憾，永远离开了人世。伊佐拉轻轻闭合了养父的双眼，然后撕心裂肺地向屋内跑去。听到厄运消息传来，莱昂修和妻子迅速来到父亲面前，拥抱着父亲渐渐冰冷的尸体。不知是否对自己曾经的过激行为有所自责，但罪孽的本质在他身上很难改变。就在伊佐拉独自守护养父的灵前时，莱昂修突然闯了进来，这可把女孩吓了一大跳。然而男人并不是为父亲祷告来的，而是明确地向伊佐拉表示，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合法继承人，所以女奴的命运也彻底掌握在他手中。无法想象，老爷子还没下葬就把大逆不道的话说得如此轻松，简直把无耻这两个字展现得淋漓尽致。但男人根本不在乎那些，目前他的眼中只有伊佐拉。他甚至告诉女奴，他现有的婚姻是父辈之间为了生意往来而撮合的，并非自己心甘情愿。然而就是这样无情的话，却被躲藏在门后的马尔维纳听到了。此时莱昂修情感更加充沛，他愿意为了得到伊佐拉，甘心情愿抛弃马尔维纳。同时当着父亲的遗体面前，他没有尊重可言，甚至对着女奴动手动脚。可就在伊佐拉挣开束缚，准备打开门的一刻，男人的妻子突然闯了进来。那所谓曾经立下天长地久的誓言，原来是违背道德的欺骗。看到谎言被戳穿，莱昂修也不再掩饰自己，他承认这是一场错误的婚姻。既然如此，马尔维纳也不会在这里委曲求全了。他决定在葬礼结束后远离这个充满罪恶的家。转眼来到晚上，也是老原主出殡的日子。作为亲家，
伯爵带着家属准时来现场悼念。当马尔维纳看到父亲时，他再也无法抑制眼中的泪水，并向家人揭露了莱昂修的虚伪外表。此刻，他一秒都不想待在这里，只希望父亲能带他回到属于自己的家。果不其然，第二天他就坐上了父亲的马车。可天生善良的心却担心起了伊佐拉的安危。老父亲并没表示什么，只是希望女儿赶快离开这个伤心地。如此一来，彻底成全了莱昂修的奸计。男人马上露出丑恶的嘴脸，一切阻碍追求伊佐拉的人全部清理干净了，甚至在房间里肆无忌惮地对女奴实行过激行为。他渴望得到伊佐拉的爱，可女孩怎能把20年的贞洁葬送这样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呢？他用尽全身力气摆脱少爷的纠缠，然后快速跑到厨房，接着拾取一把水果刀，迫使男人离他远点。可莱昂修对此根本不惧怕，他倾情投入，真诚地邀请伊佐拉做这里的女主人。但女奴太了解眼前这个男人了，欺骗谎言是对方获取女孩芳心的手段，所以不管莱昂修怎样试图动摇，伊佐拉都不可能答应他。随后，女孩趁着两人对峙间，快速跑进了自己的房间。可那个人面兽心的，为了避免被主人侵犯，女奴被迫用匕首顶住自己，试图用这种办法拒绝男人虚情假意的爱。而莱昂修清楚地知道，此时庄园内已经没有人能阻挡他对伊佐拉无限的追求了，所以他选择了离开。因为现如今有的是时间，让伊佐拉心甘情愿地向他屈服。女奴瘫软地依靠在床头，期待的自由变得遥不可及，难以想象今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但有个男人不会放任伊佐拉任由不管，他就是马尔维纳的弟弟恩里克。面对2个监工的阻拦，作为伯爵家的大公子，他毫不客气地闯了进去。而莱昂修怎么也想不到，他这个小舅子还对伊佐拉念念不忘。也许这就是女奴散发的气质和魅力，多少男人都为之倾倒。随后，恩里克不顾姐夫虚情假意的劝说，是要把心爱的人拯救出去。他在屋子里放声呼喊女孩的名字，终于在厨房见到了伊佐拉。可女奴对他也并非有所好感，甚至不想让男孩再过多干预他的事了。同时，一旁愤怒的莱昂修也不再顾及两人非比寻常的关系，直接命令手下把恩里克控制住。谁知在男孩的挣扎中，一脚把他姐夫踹翻在地。男人忍无可忍，对着恩里克的腹部疯狂锤击。伊佐拉看着眼前的场景，甚至不敢相信，2个男人为了追求她，竟从亲戚关系变得反目成仇了。随后，气愤的莱昂修命令手下把恩里克赶出了门外，因为在他眼里，任何人都不允许从他身边抢走伊佐拉。可这种无休止的病态追求，只会让女孩更加讨厌。伊佐拉甚至拿起武器自我防备。此时，一直关心女奴的老园丁眼见事态变得如此微妙，他奋不顾身地上前抢夺伊佐拉手中的利器，同时也帮主人从中避免了伤害。但敬酒不吃吃罚酒，只会导致莱昂修对女奴采取强硬的态度。这次，伊佐拉被带到了关押奴隶的监牢，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不会给他任何水和食物，因为莱昂修要他彻底明白，一个身份低微的奴隶是如何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他的主人的。画面一转，双手捆绑的恩里克被送回了家，2个姐姐很是担心，更让身份高贵的伯爵气不打一处来。那个可耻的家伙不仅欺骗了自己的女儿，如今又让他的儿子遭受如此委屈，他定要让莱昂修的罪行付出代价。转眼来到第2天，出行的莱昂修偶然在街上看到了罗莎，原来身份卑微的女奴，如今却成了伯爵家的小姐，那趾高气扬的神情，简直与原来判若两人。男人似乎还对她有所兴趣，于是便让2个手下上前拦截。尽管罗莎曾经对主人的所作所为有所怨恨，可还是半推半就的上了莱昂修少爷的马车。接着，男人用甜蜜的话语彻底让罗莎放松了芥蒂。很难揣测女人的用意，曾经差点被少爷当商品卖掉，如今再次踏进那个罪恶的庄园，难道对得起把他赎回自由的伯爵吗？原来罗莎得知少爷把马尔维纳赶走了，曾经的她是多么想当这里的女主人，现在看来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经过莱昂修巧舌如簧般的夸赞，再加上罗莎骨子里散发的魅惑，2人似乎旧情复燃的速度很快。果不其然，他们很快找到了曾经熟悉的感觉。一段时间过去，罗莎来到监牢看望他的老朋友，那走路傲慢的样子，就连曾经和他一起工作的奴隶都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他对伊佐拉并没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反而因为身份的不同嘲笑对方的处境。难道曾经伊佐拉给予的恩情他都忘了吗？这种刑具往往是惩罚奴隶的标配。年轻漂亮的伊佐拉为了抗拒主人对她的追求，生生被莱昂修强制捆绑起来。但风流成性的少爷并不孤单，他还有另一个女奴，心甘情愿地伴其左右。因为满脑子想的全是伊佐拉，他甚至希望眼前的奴隶能换上伊佐拉的裙子，充当他梦寐以求的人，在这漫漫长夜给予心理上的慰藉。而罗莎并没有拒绝，只要能让少爷排忧解难，他什么事都愿意做。果不其然，罗莎为了取悦少爷，他
他把伊佐拉曾经穿过的裙子穿到了自己身上。可就在两人想进一步的时候，少爷突然如梦初醒，因为这种幻想的感觉完全不对，也许不管别人怎样装扮，都无法代替伊佐拉在他心中的位置。看到少爷对那个女奴已经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只会让罗莎加大对伊佐拉的仇恨。这边老园丁趁两个监工酣然入睡的时候，悄悄来到被夹板束缚的女奴身旁。或许在整个庄园里，只有贝尔索先生还在默默地关心着他。看着伊佐拉的嘴被遮挡结结实实，老男人小心翼翼地顺着缝隙让女孩得到一些水的滋润，然后又拿出另一个装满牛奶的瓶子，为承受饥饿的女孩尽自己一些绵薄之力。看到这里才发现，虽然贝尔索先生长得丑陋，但他却是所有追求伊佐拉的人中真正雪中送炭的那一个。转眼来到第二天，可怜的女奴又被莱昂修叫到了主屋。两个监工摘除了附在脸上的枷锁，看着曾经晶莹剔透的小脸，如今变得面黄肌瘦，这让心狠手辣的主人又开始伪装一副怜悯之心。可就在他搀扶伊佐拉起身时，那双小腿已被夹板挤压的血肉模糊。此时的男人是多么希望停止这残酷的刑罚，只要女孩能老老实实的向他屈服，他就可以让女孩在庄园里做一个让人羡慕的女主人。可伊佐拉的意志和信仰有着非比寻常的坚定，况且他早已把那个满是欺骗和谎言的男人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就算把他折磨死，也不会向来昂修给予屈服的。听到这些话，彻底把男人的愤怒推向了顶点。随后他叫来了2名监工，拿着烧得通红的烙铁，是要让伊佐拉感受灼伤之痛。可看着女孩娇嫩的小脸和那坚强不屈的态度，男人又开始动摇了行动。即便2个手下在一旁煽风点火，可莱昂修最终还是放弃了。或许一个人在面临迫害所表现坚强不屈的态度，就会产生一种威严，竟然能迫使最邪恶最腐败的人敬畏几分。所以莱昂修要用另一种办法来消磨女奴的意志。转眼伊佐拉被捆绑到了木桩上，此时莱昂修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当年伊佐拉的母亲安娜被殴打致死的画面，而幼小的少爷正是在父亲的带领下见证了这一惊心动魄的时刻，所以他要像父亲一样对女奴实行同样的惩罚。夜晚，莱昂修来到伊佐拉的面前，他给女孩下达了最后通牒，希望她把倔强抛之脑后，彻底向主人屈服。可女孩则认为这是一场极为煎熬的噩梦，她要像她的妈妈那样，即使选择死亡，也不会向施暴者给予投降。画面一转，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向庄园聚集。万万没有想到，伊佐拉的父亲和叛逃的安德烈，包括一直深爱女孩的恩里克，他们手持武器，全部聚集到了庄园外面。他们要对伊佐拉实施拯救计划。这边准备抽打女奴的莱昂修还是无法向伊佐拉下手，他把手里的皮鞭交给了工头。可就在工头准备行动时，又被莱昂修叫停了。他总是给女奴机会，甚至带着祈求的语言，希望伊佐拉回心转意。这时，那个无耻的罗莎走了过来，在他认为以伊佐拉的性格，不管动用什么样的极端手段都无济于事。而少爷对罗莎的指手画脚很是气愤，显然同是奴隶的他们在莱昂修心中的地位截然不同。男人痛定思痛，对于顽固的伊佐拉，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于是他让工头使劲对其抽打。可就在此时，另一名属下传来了被入侵的消息。莱昂修预感大事不好，马上命令工头前去阻拦。同时，他解开了女奴身上的手铐，然后径直带到了屋子。所谓灵魂上的战友，目前已变得微不足道。他要在伊佐拉被解救之前，完全的拥有她。这边两拨人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可由于没在现场找到伊佐拉，米格尔预感女儿可能被那个无耻的男人带到了屋子里面，于是要求恩里克去房间里面寻找。画面一转，女奴生生被主人拖到了床上。此时的莱昂修变得迫不及待，可就在强势占有女奴时，恩里克突然找到了这里。伊佐拉趁着两人扭打在一起，迅速跑出门外，但在客厅里却碰到了罗莎。不知廉耻的女人把所有积攒的仇恨在这一刻全部释放在伊佐拉身上。可就在这时，安德烈从后面抱住了罗莎，可怜的女奴才能摆脱对方的毒手。随后伊佐拉跑到院子内，看到了身负重伤的父亲。此时的父女两人没有过多时间享受久别重逢，他们在老园丁的帮助下坐上了马车，可能否真正逃离莱昂修的魔？只一眼，有着缘分的两人相遇了。男孩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他轻声地向对方打招呼。伊佐拉害羞地转身就要走，但男孩很快解释自己并无恶意。当他再次转过头时，那一对充满深情的眼睛和覆盖对美丽所拥有赞美之词，把伊佐拉修饰得很不自然。可男孩真情流露的夸奖，让每个女孩都是无法抗拒的。最终，伊佐拉还是跑开了。看着如同天使般的背影，年轻阳光的小伙仿佛遇到了真爱。就在他骑着白马离开时，从来没有像现在心动的伊佐拉
又情不自禁地回到原点，那所散发的迷人气质，顿时让女孩为之倾倒。其实早在1个月前，女奴伊佐拉还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甚至差点被她的主人折磨致死。好在父亲和一些朋友及时解救，才真正从庄园里逃了出去。但无耻的莱昂修绝不会就此罢手，他雇佣了当地的猎奴手，对伊佐拉进行无休止的追击。而可怜的女奴，在未获得自由身份的情况下，寻找一处安生场所是很不容易的。他和父亲曾经躲在与莱昂修有着血海深仇的前女友家里，然而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负责侦查的警员就带着那个无耻的家伙找到了这里。还好父女两人提前得到消息，隐藏了起来。但显然这个地方已经暴露了，于是，在好友安德烈的提倡下，去往了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父女两人踏上了逃亡之路。转眼过去了2天，在好友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那个俗称有着小非洲的黑人部落。在这里，他们度过了一段短暂且又安逸的快乐时光。可安德烈毕竟原来追求过伊佐拉，看到丈夫对那名女孩如此关心，这遭到安德烈的妻子极度不满，时不时会当着丈夫的面讽刺伊佐拉几句。久而久之，双方难免发生一些小摩擦。此时米格尔仿佛看出了女儿委屈的心情，于是男人决定带着伊佐拉离开，去往另一个城市投靠米格尔曾经的战友。就这样，父女两人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在路上，他们碰上了同是流浪的小黑。看到小男孩孤苦伶仃的样子，善良的伊佐拉动了恻隐之心。况且男孩年少天真的话语，把老父亲已经久违的脸上增添了几分笑容。因此，他们这个逃亡的家庭又多了一个新成员。这边一向颇有心机的罗莎，仿佛到了人生的转折点。因为伊佐拉的离开，少爷对她更加依赖，算是真正体验了一把女主人的感觉。甚至罗莎为了讨少爷欢心，经常换上伊佐拉曾经穿过的衣服，感受那个男人对她无穷无尽的爱。可这种感情上的施舍，总会有腻的时候。一天，罗莎邀请一位好友来家做客，两人借着丰盛的晚餐都喝了不少。此时的罗莎不断向朋友袒露自己有多么喜欢少爷。可就在这时，房屋的门铃响了。罗莎甚至在打开门之前，让同伴见证一下她拥有一个多么爱她的男人。可当莱昂修进门后，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罗莎身上，而是眼神一直盯着他那位身材妖娆的朋友。不仅如此，男人的花言巧语再次派上了用场，把对面聊得春心荡漾。这种感觉让罗莎很不舒服，但更为难受的还在后面。因为少爷要参加一场派对，本来应该邀请罗莎参加，可看到对面的女人，顿时改了主意。而他的朋友对富家少爷如此盛情邀约，很难抗拒对方的好意。随后两人如同情侣般把手挽在了一起。见此景象，罗莎彻底傻了。本以为自己可以独享少爷，原来他在那个可恶的男人眼里其实什么都不是。转眼过去了10天，伊佐拉一家终于来到了类西肥，巴西北部的一座城市，并且很顺利地找到了米格尔曾经的战友。男人把一家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向对方告知，而他的战友对此表示很同情。为了能让一家躲过猎奴者的追击，战友为他们找到了一处偏僻地方，而伊佐拉仿佛在这里终于有了自由的感觉，他们不必再东躲西藏了，快快乐乐地享受现在。可就在女孩和小黑玩捉迷藏的时候，伊佐拉偶然遇见了让她心动的人。面对男孩滔滔不绝的赞美，女孩并没有说话，可那英俊的外表再加上充满阳光的笑容，足以让她内心泛起波澜。他叫托比亚斯，一位名门望族的独生子。由于父亲早年去世，他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可他手里却握着2000康托的巨额财产。已经步入成年的托比亚斯，母亲专门给他介绍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大小姐。可自从遇见伊佐拉之后，男孩的心彻底被那个女孩勾走了。